最近啊，美国这边动作频频，让中国的外贸形势雪上加霜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刚刚放了个大招，正式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。你看啊，自从2000年中国获得这个所谓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后，中国对美出口简直就是坐火箭。海关数据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2000年时中国对美出口才可怜巴巴的500亿美元，到2024年呢，翻了整整10倍，达到5000亿美元。这还不算中国通过越南、墨西哥这些国家偷偷摸摸转运的货物。但是现在好玩了，国会里的共和党大佬约翰·穆勒纳尔直接扔出一个炸弹，推出法案，要求废除中国的这个贸易特权。参议院那边更狠，被川普钦点的国务卿人选马可·卢比奥也加入了这个阵营。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这些议员们准备对中国商品征收100%的关税。我算给你们听，现在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平均关税是19.3%，已经够吓人的了。如果再加上100%的惩罚性关税，那就等于把中国的产品直接从美国市场上抬出去了。要知道，按照申万宏源的研究，一旦失去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，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平均关税会飙升到60%以上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假如你出口一台价值1000美元的电器到美国，现在缴纳的关税193美元，取消特权后缴纳的关税600美元以上，这产品还怎么卖？这不是要了中国外贸的命吗？而且最致命的是，这次美国是动了真格的。前几天那些号称要放宽芯片限制的消息还在飘着呢，这边就给你来这么一刀。更不要提现在中国的经济本来就不好过，房地产趴窝了，消费不振，年轻人失业率高得吓人。现在要是再断了外贸这条财路，那真是要了老命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国国会这么大胆吗？因为他们算准了，中国现在外贸依存度太高了，根本离不开美国市场。而美国这边呢，早就开始产业链转移了，供应链也在往越南、印度这些地方转。这不就是等于掐住了中国的命门吗？有意思的是，每次我们说到这种大事，中国官媒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喊口号，我们有能力应对，美国自己也会受伤。但咱们心里都明白，这次怕是真要玩大的了。对了，最新消息说，美国国会2院明年年初可能都要由共和党控制。那时候如果再来这么一下，大家觉得中国外贸还能撑得住吗？这波冲击有多大？我给大家详细算算账。说实话呀，最近我看了很多研究机构的报告，越看越觉得悬。我给大家捋一捋这里面的细节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这次真的要完蛋了。首先看机械设备这一块，去年中国出口机械设备到美国的总额高达1800亿美元，占对美出口总额的36%。现在好了，一旦失去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，这些产品的关税直接从现在的3%至5%飙升到35%至45%。大家想想，原本100块钱的产品，光关税就要加35块，这还不算运费、保险什么的。你觉得美国的采购商还会买你的产品吗？更要命的是集成电路行业。我特意去查了海关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集成电路产品达到了惊人的780亿美元。但在新政策下，这些产品的关税可能会达到50%以上，这简直就是釜底抽薪。现在很多中国芯片企业本来就在美国制裁下苦苦挣扎，这下可好，连性价比优势都没了。我再给大家爆个猛料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有些美国议员已经在私下讨论，要在协调关税表中专门为中国开设第3栏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不光要取消优惠待遇，还要专门针对中国设置更高的关税壁垒。这招可真是够狠的。光是这些还不算完，我们再来看看汽车零部件行业，这可是中国制造的重要支柱之一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汽车零部件470亿美元，但在新政策下，这些产品的关税可能从现在的 2.5% 暴涨到 25%。我认识的一个浙江的零部件厂老板都快急疯了，这要是真实施了，工厂可以直接关门了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连锁反应。我给大家算个更大的账，中国目前对美出口总额约5000亿美元，平均关税上涨幅度40%至60%，预计出口下滑幅度至少30%至4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直接蒸发掉1500至2000亿美元的出口额。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这次美国是真找到了中国的死穴。看看现在中国经济什么情况，内需萎靡不振，消费增长乏力，地产市场雪崩，房企接连暴雷，地方债务高企，各地财政吃紧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年轻人都快躺平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外贸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最后一根稻草了。但现在好了，美国这是要把这根稻草也抽走。最讽刺的是什么呢？前几天中国商务部还在那吹牛说要积极开展对话，结果人家美国根本不鸟你。你看看近期美国的动作，芯片禁令越来越严，对华投资限制加码，现在又要搞这个关税大棒，这还对话个屁呀！那中国还能怎么办？说白了就是这几招。首先，最简单的招数就是让人民币贬值。这个很多专家都在提，说贬值可以对冲关税上涨的影响。但你们想过没有，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跌到 7.2 左右了，你还想贬到哪去？贬到 7.5，那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中国经济要完蛋了？到时候资本外逃会更严重。再说第二招，就是通过第三国转运。最近大家都知道，墨西哥那边出大事了。墨西哥最近因为被美国骂成了中国商品的后门，直接怂了，宣布要把中国零部件全换掉。我给大家看个数据，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，2020年约300亿美元，2023年超过850亿美元，增长率足足翻了近3倍。但现在好了，连这条路也要被堵死。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不光是墨西哥、越南、马来西亚这些地方都开始收紧了。这不就是典型的美国打招呼，小弟都要听话吗？那还有第三招，搞什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。我直接给你们算个明白账，中国 GDP 总量约18万亿美元，其中外贸依存度约 35%， 对美出口占比约 20%。你现在突然要切断这么大一块蛋糕，国内市场怎么可能一下子消化得了？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商务部这些天在喊什么我们有充分信心，市场很大，能应对挑战。我就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你们的信心从哪来的？就凭现在这个经济形势，房地产烂尾楼遍地都是，股市 A 股都跌成 A 降了，就业年轻人失业率都统计不敢公布了，地方债各地政府都在卖资产还债。你跟我说这也能内循环？糊弄鬼呢！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后面可能还有更狠的在等着我们。据报道，美国国会里已经有人在酝酿更狠的招，直接把中国的银行踢出美元结算体系。那到时候真就不是关税的问题了，是整个对外贸易都要完蛋。有人说了，中国不还有俄罗斯市场吗？我给你们看个数据，中国对美贸易额约7500亿美元，
中国对俄贸易额约2000亿美元，这差距用俄罗斯能补得上吗？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是信心危机。你看看最近这些数据，外资连续撤离，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低迷，消费者信心指数创新低，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？讲真的，看完这些分析，我是真替中国普通老百姓担心，因为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，受伤最重的肯定是这些普通人。工厂倒闭了，就业机会少了，工资增长更慢了，房子更卖不动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这次怕是真要凉了。除非中国能拿出真正的改革魄力，但看现在这架势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反而整天就知道搞什么斗争，这不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吗？最后我想说的是，这事到这个地步，真不是谁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。未来几年，中国经济怕是要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冬。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，能存点钱的就存点钱，能找个稳定工作的就找个稳定工作，自求多福吧。